你是否曾在夜深人静时感到一丝莫名的焦虑，仿佛被一层看不见的迷雾所笼罩？当世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飞奔，你是否也在质疑，我是否真的看清了前进的方向？未来的人类或许只有两种，觉醒的人和沉睡的人。人生就像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，谁的模糊越严重，谁就越陷入混沌，谁的模糊越轻微，谁就越能保持清醒。当信息的洪流不断冲击我们的感官，我们是否还能分辨出真相的轮廓，还是早已被巨浪吞噬，随波逐流？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，社会在飞速发展，而人的智商却在急速退化。科技的进步本应是人类智慧的延伸，然而现实却让人唏嘘。智能手机、社交媒体、短视频应用，它们像一把双刃剑，在提供便捷的同时，也在逐步侵蚀我们的专注力和思考力。我们变得浮躁，变得急功近利，深度思考似乎成了一种奢侈。随着互联网进入算法时代，一场悄无声息的变革正在发生。过去，互联网像一个巨大的图书馆，所有的信息都摆在我们面前，任由我们挑选。那是一个选择改变世界的时代，我们主动探索，主动获取。然而，如今的互联网却根据我们的行为轨迹，为我们量身定制内容。我们无需费心寻找，喜欢的内容自动送上门来。这是一个推送改变世界的时代。我们被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所包裹，视野变得狭隘，思维变得单一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人类到了需要觉醒的时候了。经济衰退，创业维艰，生意难做，种种迹象都在提醒我们必须改变，必须突破。倘若你还没有看透这几年发生的事情，那么我来告诉你，当前正是觉醒的时机，是让人们从物质的欲望中走出来的契机。如果1年不够，那就用2年；如果2年不够，那就用3年；如果3年还不够，那么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会来找你。人生所有的痛苦，除了疾病带来的身体痛苦，其他的痛苦都是人的观念和执念导致的。执迷不悟，迟迟不开悟，正是众生皆苦的根源。人不是被事情困住，而是被对事情的看法所困住，也就是被自己的思维和认知所困住。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人的思维，每个人都活在一座思维的监狱里，认知的牢笼中。我们被固有的观念束缚，被他人的评价左右，被社会的标准限定，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。外界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是时候冲破那把物质的枷锁了。否则，人类将陷入集体的内卷，竞争愈演愈烈，压力与日俱增，最终导致精神的崩溃和价值观的迷失。在这个时代，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方式已经彻底失效。物质的丰裕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，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。一个人的觉醒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恍然大悟，犹如醍醐灌顶，心灵的迷雾瞬间消散，豁然开朗。这种觉醒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只有自己真正觉悟才能做到。很多时候，人不是被叫醒的，而是被痛醒的。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但疼痛却可以唤醒他。每一次的觉醒都是智慧的升华，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明悟。回顾我们的人生，有多少次因为执念而痛苦？有多少次因为看不清现实而迷茫？当我们被物质欲望牵绊，被他人评价困扰，被失败打击得体无完肤，我们是否曾想过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我们自己？思维的枷锁，认知的壁垒，让我们困在自建的牢笼中无法自拔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更需要提升自己的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。不要让算法替代了我们的选择，不要让推送限定了我们的视野。勇于探索未知，敢于挑战权威，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。
经济的起伏、社会的变迁都是外在的因素。真正影响我们人生的是我们的内心，是我们的觉悟。当我们放下对物质的执着，超越对名利的追逐，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。或许你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，或许你对未来感到迷茫，但请相信，这正是觉醒的最佳时机。痛苦并不可怕，它是成长的催化剂，是觉醒的前奏。只有经历过风雨，才能见到彩虹；只有历经磨难，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。不要害怕改变，不要畏惧挑战，打破思维的桎梏，拓宽认知的边界，你会发现，一个全新的世界正在向你敞开。放下执念，重塑观念，你的人生将焕然一新。真正能从底层杀出来的狠人，往往经历了5次觉醒。第一次觉醒，化繁为简。只有看到本质和规律的人，才能彻底掌控全局。化繁为简是一种解决问题或思考问题的方法，意思是通过简化复杂的问题，使其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和处理。这个成语强调的是在处理复杂事物时，寻找核心要素和关键点，去除不必要的细节，以便更高效地解决问题或进行决策。在工作、学习和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遇到复杂的问题，这时候通过化繁为简的方法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找到解决方案，提高效率。例如，在处理工作任务时，我们可以通过确定关键目标和优先级，简化任务列表，从而更清晰地规划工作步骤和时间。化繁为简也体现了一种简洁的美学思想，即在复杂世界中寻找简单和直观的表达方式，这不仅在解决问题上有用，也能使我们的思维更加清晰和有条理。功夫大师李小龙曾经说过，我不怕学10000种腿法的人，我怕的是一种腿法练10000次的人，一招先吃遍天，就像武林绝学万剑归宗，万剑归一，势不可挡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曾说，万物之始，大道至简，演化至繁，大道至简，是人生在世的最高境界。所谓真传一句话，假传万卷书，化繁为简是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教父里有句话值得铭记，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，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，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第2次觉醒，知己知彼。孙子兵法曰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后半句的意思是，只知道自己的情况，而不知道对方的情况，战胜的几率只有 50%， 而既不知道对方的情况，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，那么战胜的几率几乎是0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也就是说，当你能看清自己，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，你就能和对方打平手。其实知道自己比知道别人更加重要，因为不自知而惨败的人数不胜数。知己知彼，关键在于知己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大家一说知己知彼的时候，老想去知彼，实际上我们的主要问题都是不知道自己，不是不知道别人。其实知道别人也未必有什么用，关键是不知道自己。市场的空间是无限的，你可以开辟无限的空间。其实市场竞争实际上是没有敌人的，只有顾客。经营一定要知道顾客的需求，真正能了解顾客，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。老板们常常关心对手超过了关心顾客，这是人性的弱点。人往往不在意谁给他饭碗，却很在意谁抢他的饭碗。在《天道》中，丁元英对芮小丹说，你不知道你，所以你是你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是一只大熊猫，当你知道你是一只大熊猫的时候，
你就已经不是一只普通的大熊猫了。一个人如果20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谁，自己能干什么，自己想干什么，那么他无疑会取得巨大的成就。然而太多的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不知道自己是因而一辈子碌碌无为失果。所以改变因是关键。心理学数据表明，我们日常的思想、行为和决策，这些有意识的念头只占 5%， 其余 95% 都是隐藏在水面下，不为我们所知的潜意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生的际遇，除了外部条件影响之外，更多是由我们的潜意识去选择和创造的结果。这意味着，对自己的认识，特别是潜意识层面的认识越深，我们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性就会越高，也就越容易实现我们想要的人生目标。心理学家荣格曾说过这样一个论断：你的潜意识正在操控你的人生，而你却称其为命运。再看这句话，当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，其实有6个灵魂在交流。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，越想越离奇。不要害怕，另外4个灵魂不是鬼，而是意识中的假人。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哪6个灵魂，它们分别是：1. 真正的你； 2. 你以为的你； 3. 对方以为的你； 4. 真正的对方； 5. 你以为的对方； 6. 对方以为的对方。这就是6个不同的灵魂。你以为的你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你，更何况是对方以为的你。对方以为的对方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对方，更何况是你以为的对方。所以2个人的交流看似简单，其实被各种假我和假象搅乱。这就是为什么2个人看似离得很近，心却很远的根本原因。世界上有很多假象，都是我们心生的妄念。唯有破除妄念，才能回归真我，看清真实的对方。知己是知彼的前提，知己能让你知道干什么，而知彼能让你干得更好。当你了解自己的需求，推己及人，你才能抓住并满足别人的需求。第3次觉醒，见路不走。天幕红尘有一句充满哲理的话，叫见路不走，其哲学深度在于路这个字。既然是路，一定是有人成功过的，走过的，才能叫做路。这个路的含义是成功的经验。为什么不能全盘照抄？因为条件是随时在变化的。过去成功者的方法是在当时成功者面临的具体条件和环境下的方法，但彼时的环境和条件一定不是此时的环境和条件。所以见路不走其实就是要提示自己，不要拘于以往成功者的经验和教条，而是要走因果的客观规律。现在有什么条件？因为现在的条件，所以能实现什么样的可能结果。这就是因果规律，规律才是究竟，才是本来，才是客观真相。遵循它，就能少出点差错。什么是人的幸运？无非就是除了不可抗拒性的因素外，做了更多的对的事情，做了更少的错的事情，把实现的概率最大化。所以一切都是条件的可能。见路不走，不是要与人一样，也不是非要与人不一样，而是要符合自己当下的具体条件。照搬别人的就是见路就走，然而学我者死，似我者生。例如学习股神巴菲特的人不计其数，但真正成功的寥寥无几。巴菲特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，他出生在美国的富人家庭，他拥有源源不断产生现金流的保险集团，这些条件是一般人不具备的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哪条路是最好的，只有最适合。20世纪60年代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，而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，重点就是特色2字。再例如百度、淘宝、腾讯这些互联网巨头，虽然他们的成功模式是抄袭美国的，但他们都进化出适合中国的特色，不但打败了模仿的对象，甚至还实现了超越。你看见一条别人成功的路，一味的照搬抄显然是不行，见路非路，实事求是，不以经验主义为导向，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和自身的条件选择适合的道路才是王道。
从借鉴、模仿到不断迭代创新，最后实现超越。第4次觉醒，突破认知局限。你所赚的每一分钱，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；你所亏的每一分钱，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认知有缺陷。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，除非你靠运气，但是靠运气赚到的钱，最后往往又会靠实力亏掉，这是一种必然。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圈里，这个圈就是人的思维和认知。人生就是一部不断破圈的游戏，一圈又一圈的向外打开认知的圈子，直至看到真相和真谛。叔本华说，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。人生最大的悲哀，由于教育的先入为主，使我们过早地形成了认知小闭环，并且被紧紧地禁锢其中，视野也被锁住。人生最大的幸运，是遇到了那么一个人或事，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了自己认知小闭环的局限，从而往外突破，组建更大的认知闭环。人们总是把自己视野的边界当成是世界的边界，因为自己感受不到、看不见，就当它们不存在，这就相当于把自己关在了一座牢笼里，这就是思维的牢笼，也是认知的监狱。人们都被它牢牢地禁锢其中，目光所到之处皆是围墙，一辈子都走不出来，把自己终身囚禁。古今中外所有的圣人和经典，都在教导我们如何挣脱这个假象。佛曰：一切凡夫，不知人身为五蕴假合，而有见闻觉知之作用，故知此中有常意主宰之我体，一切烦恼障由此而生，便有贪嗔痴等诸惑。意思是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只看到了世界，却不明白这世界是我们的器官、眼、耳、鼻、舌等虚构出来的。我们被世界里的很多东西牵挂，比如名利、爱情等等，难以割舍，无尽的烦恼由此而生了。道德经里说，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。我们的眼睛、鼻子、舌头、耳朵等等组合在一起，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世界，把我们笼罩其中，屏蔽了真实的世界，欺骗了我们的大脑。心经里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意思是，当我们关闭自己的六根，再去感知世界的时候，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，才能解除人生的痛苦。金刚经里说，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则见如来。你看到的一切相，都是内心深处的投射。当你能穿透各种表象，而能窥探其本质的时候，就见如来了。周易里说，事欲深者天机浅。意思是，欲望越重的人，越看不到世界的真相。我们都被欲望蒙蔽了双眼，从而陷入一个巨大的思维牢笼，就像瞎子摸象。圣经里说，他们有眼却不看，他们有耳却不听。即便每一个人都有一双眼睛，有一双耳朵，却对真理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行的最高境界，其实就是打开这个思维牢笼，不再拘泥于自己的认知局限，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审视自己和世界，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了。就像拨开乌云见天日，让你刹那间看透万物的真谛和人生的真相，简直妙不可言。如果仔细检查我们过往犯过的那些错误，你会发现绝大多数过失都是这种思维牢笼带来的，这不是别人蓄意破坏的，更不是环境带来的，所以人一生都在为自己的思维局限买单。托尔斯泰曾说，多么伟大的作家，也不过就是在书写他个人的片面而已。我们必须要明白，每个人认知都有极大的局限，知道的越多，越觉得自己的渺小。张一鸣说，你对一件事的认知，就是你对这件事的竞争力。人的活法和看法，大部分源自于一个人对这个世界认知程度。你会发现，越是认知低的人，越是不成熟，往往越容易钻牛角尖。认知低的人，他们活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，而越是认知高的人，越容易理解别人的看法。就好比站在山顶的人，可以理解站在山脚下的人看到的风景，
而站在山脚下的人永远只看到的是自己的1亩3分地。那些有成就的人越成功越谦虚，因为他们见识了更大的世界，从而认识到了自己的渺小。就像苏格拉底所说，我越学习越知道自己不知道还很多。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认知，通过读书和学习打破认知局限，才能看到更大的世界。第5次觉醒，觉悟天道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宇宙就是一个巨大的程序，这个程序也是世界发展的规律。而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个规律设计下的一个游戏，游戏规则就是按照宇宙程序设计的，也可以称为人类社会的道。比如弱肉强食、丛林法则、春夏秋冬、白天黑夜。而我们人类作为游戏里面的人物，所以要遵守这个道。世间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遵守了这个道，世间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为违反了这个道。顺道者昌，逆道者亡，直道而行，天下盛。道为大，在天，在地，在人。天有天道，地有地道，人有人道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巴菲特说，要想彻底了解这个世界很简单，先把本领域的事情研究透，挖出其中的底层逻辑。只要你能做到这一步，就很容易搞定其他领域的事。这个底层逻辑就是道。无论你在多么传统的行业，只要你能把底层逻辑搞懂了，就能看穿其他很多行业。知识和技能分领域，而道是不分领域的。如果你依然还参不透其他领域，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领域悟得还不够透。所有领域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，事物越往底层走越接近，而且越简单，因为底层逻辑就是规律，就是道。道是不分行业的，它是一通百通的。这就是最高境界的能力，即由一滴水而看到整个大海的能力，一棵树而看到整个森林的能力。一旦你拥有了这种能力，就可以一眼看穿各种事物的本质，可以在各个领域间自由穿梭。这就是底层逻辑的力量。请记住，无论你在多么传统的行业，只要你能把本行业的底层逻辑搞懂了，就能看穿其他很多行业。知识和技能分领域，而规律和本质是不分领域的。一切事物皆有自己的规律，春种夏长，秋收冬藏。农民种地有种地的规律，投资有投资的规律，创业有创业的规律。只有洞悉并遵守客观规律，顺势而为，才能事半功倍，历经化繁为简，知己知彼，见路不走，打破认知局限，顺应天道，实现5次觉醒，你才能无往而不利。神即道，道法自然，如来。按规律做事的人就是神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